嗨，大家好。大家好。如果你把小孩送到大马来接受国际学校的教育今天我这里有一个警示，那么小孩有可能就会毁掉了。我讲的毁是指你对小孩所期望他长成的那个样子有可能会完全的变化。在我们家身上就是这个样子。同时呢，你对教育应该有的那个样子，老师学校教导孩子的方式方法也完全的会被摧毁。那么这样下来，你看我们在大马3年，小孩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你完全想象不到，连我们也想象不到。好，这就要从一个小故事说起。前几天我和王太呢去参加了Wilson 他们国际学校的半年一次的家长会，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请王太先跟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故事。是我问老师是说学校对手写的要求是什么样子的，handwriting 的要求是什么样子的。老师就很惊讶地说你是有什么顾虑吗？我也是不懂你为什么会问老师这个问题呢？对，后来我也跟你们解释了吧，因为正好在开家长会的前3-4天，我看到 Wilson 他自己写的一份英文的这个在文件上签字嘛，然后他就把自己的姓名还有这个签字要写上去。我一看，哇塞，他的这个写的自己的名字用英文写的真是龙飞凤舞看不清楚一个人样，大小写也没有注意当时就觉得说要死了，怎么来马来西亚读书读了个3年？我虽然知道国际学校他们用的是电子化教学，用 iPad 来完成作业，可是怎么会书写退步到这样的地步？这还了得？咱们中国的古话叫字如其人嘛，那如果是字变成这么烂糟糟的话，这个人是不是也垮塌了，毁掉了？想了这么多我相信他的 handwriting 一定是退到了刚学习英文的时候。因为我们在中国的教育，不论你是数学、语文还是英语，刚学习的时候就要讲究把规范做好，把字一笔一笔的练好。是我们有没有退到那么程度？对，我们中国会有大量的时间要求学生进行抄写，然后进行额外的练字嘛，中英都是如此。那这3年显然是他们学校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所以我把我的这个事情跟老师说了，老师就哈哈一笑，他说以后考试是不是会用这个电子设备考试，是不是用 typing 来替代 writing， 我们也不知道。他说但是你有这方面的顾虑我知道了，那么我会来检查一下他的这样子会不会他的 handwriting 现在是有问题，我会再想办法告诉你们就是告诉你和你孩子的。但是他又说了一个点让我非常震惊他说但是你放心，他说我们的评价体系，也就是他的考试体系里面不会因为孩子字写的不好扣分。这让我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们小时候你字写的不好，甚至说你在这个卷面上面有一些脏就是手把它涂的比较脏，没有弄干净，卷面都要扣分。我觉得这实在是太振兴我3观了。是相反更进一步，老师还劝导你说他写的好不好让我去看一下，由我来评判，你先不要焦虑不要着急，是对吧？那么这么小的一个事情勾起了我们的一些想法，就是再来看整个从小孩、学校、老师的角度，这个3年变化真的是很大的。我们接着就说一说 Wilson 的变化。你看他刚到大马的时候，他是希望要留长发，结果大概有多少时间？1-2年的时间吧。有他真的就是留，大家也会看到他有时候是自己剪的，很久才愿意让理发师来剪一次，这个参差不齐这个长嘛就是越来越长，很多人都把它当成是女孩子，是人家女儿要点什么饮料人家八卦了跟我说看到我儿子和一个女生在一起，本来很激动，以为2个是小情侣，然后到正面一看，2个人都是男生，是兄弟。他的好朋友也是刚到学校的时候说要跟附近的人做体育活动牵手，说心蹦蹦乱跳想旁边是个女生。对好，后来他还去要染发，对吧？对，染过一次头发，我们也让他染了，赞助了他。你看这就叫行为规范，这是在中国的教育嘛？对，是不是被毁掉了？对，所以其实你说的这个毁掉了，前面有个定语，就是以我们中式教育思维来看的话，这个小孩就完全没有长成我们印象当中他应该长的那个样子。对我们说的是会谈一下我们的固定范式是什么。那么接着来说，你看他早上读书，正常来讲9点钟才开学才开始上课，所以他起床也很晚
而在中国的一些小孩子可能6点多就要起来了，对吧？再说作业，晚上吧，很多小孩早一点的好一点的学校，可能在小学的时候啊，现在都往往要做到晚上10点以后了。12月份我们回上海的时候，我们的亲戚孩子才1年级啊，1年级小朋友说每天晚上作业做到10点半。那他们在干嘛呢？除了各种补习班有作业，光是学校的这些作业有大量的练习和卷子，是的，背着沉重的书包，像那个我们槟城的朋友 Noah 说，很多小孩都是弯着腰无精打采的，对吧？他们有大量的练习。小孩子方方面面啊，你看都跟原先吧，跟他念过的小学的时候，跟他那些 peer 也都变得不一样了。是的，就中国我们传统的这些学生，在你18岁高3之前，你的生活就是所有的空闲时间都应当被学习占满一切跟学习无关的事情，你都是在浪费生命。是，那你再看他的求学啊，那些学术的难度，我们也问了老师，你们教一些什么啊？我们做一个手工啊，我们通过一个鞋子是从全世界各地哪里来的，告诉他啊一些地理人文的知识。老师什么 trading 啊，什么对吧？对啊，像数学啊，到现在呢还是一些简单的一些计算、一些单位啊、一些这个财务上的指标等等等等啊，就是还是比较简单。就这样，还说是让 Wilson 已经念了高2年级的这种快的一些班级了，对吧 ？Advanced level， 就是你感觉他们怎么数学学习好像几乎还是他5年级，我们中国小学5年级的那些所谓的考点、知识点，对吧？然后他们现在还在学。你会觉得说啊，这3年学了什么吗？学了寂寞吗？难道？好的，你看啊，这是小孩子，他有很大的变化啊。当然啊，认识我们Wilson的都会知道，他从原先一个矮矮的小胖子，好变成现在精瘦的黝黑的，对吧？很健壮的人。这个等下我们还会展开的。老师啊，也有很大的变化，也会让你觉得这学校教育是不是就毁掉了？因为你知道吗，在我中国的朋友告诉我说，老师是怎么样呢？到现在为止，还是家长会建很多的群，每天还是会告诉大家说，今天谁谁谁上课开小差不认真，这是第几次了？谁作业没有交卷子？今天是什么作业？这是发给家长，不是发给学生的。我们以前也经历过嘛。对。那现在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想知道，你必须非常 actively 的登录我们用一个叫 Google Classroom 的系统，然后去看。但其实我们已经很多年1-2年2-3年时间，就是作业只有孩子自己知道，然后他自己来 trace。我记得好像3年当中，我们是有过1-2次老师写邮件告诉我们说他有个作业是 due 了，但是没有交，对吧？对。这个我觉得非常少，所以孩子还是自己在管理。而且我印象中啊，5年级开始就有那种要1周后或者这个学期交的那些长的作业，或者需要和别人 teamwork 的。我想你只要信任他，就有老师的这些关照，他还是可以完成的很好的。对的。所以学校不是及时反馈给家长的，家长说我连学校教什么都不知道，老师不会来告诉你，只有我们现在这样半年一次，像相亲大会一样的，每个老师10分钟一个一个安排好，你去跟不同的老师聊，才会知道学校发生了什么，你的孩子怎么样。是的。平时是我们就可以比较悠哉的。是，而且就这边的话，即便是看到成绩报告单，你大致会知道他是在学习的哪个等级上面，但是不会像中国那样细分到每一个科目是要班级排个名，然后年级排个名，你知道自己在这个班级里面在什么样子的段位。就好像对这种成绩的话，首先它是一个隐私嘛，你看到它是发给家长，然后学生就是不会是像我们还有什么张榜公布啊这种事情不会有。那讲了学校，讲了学生啊，其实我发现啊，我们还要讲讲自己，就是家长自己啊，其实也毁了。你看我们在中国的这些朋友，同样我们中年的这些家长，对孩子的要求啊都是很高的，都希望小孩说中国的基础教育很好，至少完成到高中，然后呢，未来可以做什么工考什么大学，志向高的那就是叫爬藤，要去美国，对吧？要去念最好的学校，志向往下一点的，那你可能清北就是清华、北大、复旦、交大，是吧？再不然考一个好的大学，这个是90%以上家长的期望吧？哇塞，这个是吧？我们自己不说，我们至少是希望小孩是要念一个大学，我们有过这种吧？我们希望他既然读了，那你在班级里就要把成绩学好，是有的吧？曾经有过。其实再接着你刚刚说的这个话题，就是除了这个家长变化，我觉得第二个家长的不思进取还在于说，家长不会再亲自去激娃了。我想想以前，因为要帮
帮他讲解他试卷里面那些什么语文的阅读分析题呀，然后那些莫名其妙的英语填空题为什么错，我还要自己去学这种知识，还要去试图掌握，对吧？你还要自己学一遍，就这种家长在学习这种中学生的这个知识方面，我的求知欲已经是几乎完全没有了。家长毁了，学生毁了，对的啊！你看学校也毁，所以啊，我们来讲回来，我们讲的毁就是指和原先的固定印象，我们希望教育和小孩发展成的那种样子的固定范式发生了变化。对，在我们原先生活在中国的时候，身边吧，就可能包含我们身边，大家对小孩接受这个教育的有哪些固定范式啊？我们可以快快的过一下。上大学、考公务员、进国企、铁饭碗，读书也一定要是严格的、讲究规范的、纪律的，对吧？要有很严格的纪律，然后让老师要严格的对他进行教育，要反复的练习，大量的这个试卷和练习，其实也是各方都期望的题海战术，因为大家希望通过这个来让小孩培养纪律也好高效的完成也好，让他能够把难度把它往上拔，好像这样他在智力上能够在练习上得到很好的分数，来彰显这个学生的优秀。是，那通常呢就是相对缺乏对艺术啊、体育啊、逻辑啊这方面的教育。对啊，家长对小孩就像讲的，做什么工、读什么大学都有很高的要求，很明确的要求。是啊，就是以前属于课程表上面的语数外，还有考试的那几门副课，什么物理、生物、化学这种课，就是属于要抓的。其他的什么音乐啦、美术啦，全部都是属于抓大放小，而且经常上课上了一半，学生这些课全部被主课老师们就霸占了。课外班都是为了将来能够拿名次、考试能够加分才去的，非常的功利。最终来看呢，就是时间和金钱在小孩学习这件事情上的耗费是非常之高的。是的，然后学生们在经受了这样大量家长投资的金钱和时间的补习之下，我们看到就是分数线蹭蹭蹭往上涨，难度越来越高，老师们教的越来越快，你需要去自学，对吧？然后才能跟得上学校一般的进度。对，那我学校还有2本教材，对对对，这个很极品，2本教材。哎，这个学校毁了，我们现在国际学校连教材都没有。那你看啊，我们也讲了现在的状况，我们也是自己在对比和反思之下发现说，哎呦，确实原先如果像一个石膏一样形成的一个固定印象 stereotype， 它被彻底的击碎了。那么现在击碎之后，经过3年的淬炼，你发现。以我们自己家来说，小孩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孩子呢？我认为他有3个不大家可以跟着我们听完啊。我觉得第一个不就是不焦虑，王太讲的这个应该就算是不焦虑。情绪稳定。跟我们举个例子，怎么情绪稳定了？怎么不在乎别人了？就比如讲说，你说上2个礼拜他去参加一场俱乐部的篮球比赛，然后俱乐部的教练当时没有把他放上去，所以他。而且教练直接就当着他面说，我对你还不是很有信心。我觉得是一句很重的话。我在想，如果这句话在我小时候像他这个年纪听到的话，我可能会沮丧很多天，我甚至会觉得非常的绝望，我可能连打篮球的这种勇气和动力都没有了。后来这个事情，我就问他，我说你听到这句话，你心里什么感受？他非常表情木然的跟我说，没什么感受了。而且这件事情其实发生，我是在很后面才知道的。我跟你转述的嘛。对，我就追溯他，教练跟他说完这句话到现在这1-2周的时间，我觉得他对篮球热情完全没有变化，而且更投入了。我觉得，对，加强了训练。对吧？还有不焦虑呢？我觉得也体现在比如说，你记得去年我们希望他参加一些数学竞赛，由学校他们几个国际学校校际之间举办的都有，他呢是不愿意参加的，一开始。对吧？对，然后我们也是在家长会上面跟数学老师就提出来了，当时数学老师就鼓励他嘛。对，那你看我们需要时间家长也不焦虑，也过一段时间，孩子他也不焦虑，他不把我们的这个太当回事，但他实际上呢，他听进了，他答应了之后，到今年我们请他说，你看今年是不是考虑再参加一下？他就答应了，对吧？还报了2样比赛。是的，我觉得那个老师鼓励他的这个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老师说，你参加这个比赛不仅代表你自己你也是在为你的班级还有你们的学校你在进行比赛而且他说，那喜欢数学的人，你数学又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我觉得这种话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顺水推舟，然后是给孩子留下了一些这个可想象的空间，让他明白说这个考试的意义是在什么地方。是的，他就自己，而且他挺守信用的。去年我们跟他开完家长会，老师鼓励完之后，他说我明年参加，结果今年
帮他报名，说了就还他就果然就真报名了，愿意去做，对吧？那当然我们也等了1年，给足时间，是啊，这是第一个，不焦虑。我觉得他还有第二个变化呢，就变得不驼背。其实他原先也还没有驼背啊，他还比较小。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不驼背？你看槟城的诺亚，他还说到，看到他那些来练琴的初中孩子，都是驼着背，眼睛没有神的，无光的。其实我们在中国，在上海观察到的现象也是这样子的。是的，你知道我前2天看了一篇统计，就是北京海淀区，就是我们著名的这个学霸区嘛，他们的高中生好像脊柱弯曲率达到90%。哦，一个物理上，你看真的要背着这么沉重的书包，背这么长的时间。对。第二呢，要伏案，坐在课桌前，坐在家里的这个桌子前，这么长的时间。对。啊，第二呢，缺乏运动。对。所以不驼背的背后是 Wilson 他自己身形啊发生好大的变化。我很想用那个照片对比，但是他现在不答应啊。那我们以后这个让大家来看，对吧？对，长高了，就像竹笋一样就窜上去了，长黑了，然后精瘦，有肌肉，而且也没有近视，对吧？没有什么近视，对吧？能够不驼背，那你要有大量的锻炼和运动的时间嘛。是的，是吧？而且他现在已经超了长蝈蝈了。我记得他在我肚子里的时候，医生有专门跟我们2个谈过，说这个孩子这个 B 超照出来，他的这个腿骨啊、胫骨啊特别短，以后是长不高的。哎呀，我当时很担心他可能连1.6米都长不到。现在看样子是有望要跟你接近了。对，以我们 Wilson 来说，他顶峰的时候报了3个篮球俱乐部，这现在啊，我帮他算了一下，1周啊，学校以外的时间去打篮球，大概还要有20个小时。是的，这不就很多吗？对，而且我们小孩还挺厉害的，他 rugby 就是那个橄榄球，也是训练挺多的，而且在参加那个香港的他们校级联赛的时候，他还拿了一个 MVP 嘛。所以好像他们还有 swimming carnival， 还有walkathon， 好多嘛，好多还有 cross country， 是。这体育文化，那就变成一个不驼背的小孩啊，这让我挺开心的。我总结一下，还有第3个不啊，我不知道王太是不是同意啊，叫不单调，就他不是一个只会学习的，还是有一些情趣的人。是的，我觉得他的生活是有一定的美的追求，打引号的美的追求。对，你再举一个例子吗？我觉得他在做菜跟吃东西上面是有他自己的品味的，对吧？他跟你迥然不同，他是属于有的时候饿了，但是没有他自己想吃的或者他觉得好吃的东西，他宁可就不吃，对吧？然后还有他愿意他自己做，把它调出他自己喜欢吃的这个精益求精。对吧？我想说的也是，就是他会做菜，就未来啊肯定是饿不死，对吧？他也愿意花时间，并且眼界大开呀，从墨西哥菜、西班牙菜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都是中餐以外的 genre， 他能够去了解到，还自己来练习，并且习以为常，觉得说，这个好吃，能够去品，不会。如果你生活在中国，就会想，这个是西餐，或者这个文化离我太远了，有一种陌生感，他就天然的觉得这就是他吃的东西之一。是的，对吧？早上可以吃冷食也没关系，色拉也接受，各种各样的都可以。对的，我还记得他这次12月从中国回来之后嘛，他有一个结论，他说他觉得这1个月在上海，还有我们去了中国其他地方旅行，他说他并没有吃到感觉特别好吃的东西，可是他在马来西亚就是吃到眼睛会一亮的东西，他给我们数了一个清单，第1名好吃的是那个中东的那个什么卷饼，摩洛哥卷饼是瓦纳，对吧？然后接下来就说是我们大厨做的这个寿司饭，对吧？然后接下来就是越南米粉啊，然后还有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些料理，就是他会觉得说他能吃出真味，食物的真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也不会盲目的觉得说中华美食什么名冠天下第一，他不会有这个样子的一个小的视野了。我觉得还有一点我觉得蛮欣慰的，就是虽然他一开始来的时候他经历过生活上面的一个大起大落，因为以前在上海我们还挺烧包的，吃的用的什么旅行啊之类的配置的规格都还算挺高的，然后来到这边一下子就是极简生活，对他来讲他身边的这些也有一些是大富之家，对吧？出来的同事同学们，他们穿的这个衣服，然后平时消费的习惯，所以他有一度曾经也很迷茫，说我们家是吃不起了吗？但是现在可能近半年我有感觉，就是他会明白说钱就可以省就省嘛，就没有必要再去花那种很贵的东西，然后哪怕是他自己很喜欢的篮球鞋，你会发现他
买来说，第一个他不会是无穷尽的买很多，第二个他买来的每一双都是很认真很珍惜的在用，至今每一次用完都要把它从外面抱到他的房间里面，然后把鞋底擦干净，把里面的小石子都抠掉。他的每一双篮球鞋我觉得都是物尽其用了，在很用心的在用。这个让我有点感动的，就我们突然之间年纪轻轻家道中落的这个对他来讲，他好像花了也是一年多的时间，就这样好像消费习惯也上面也过来了啊，他就变成了不焦虑啊，不驼背啊，不单调，然后呢也不去攀比啊，就自己。总之来说呢，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自主、自发、自立，比较独立的一个人格正在形成过程中。我觉得一些好的方面啊，对，那也没有想到，原先我们自己固定印象中被毁掉的这个教育范式以后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小孩啊，我觉得这个过程让我挺开心的。我也是在跟我朋友的交流中，他说了他对孩子好多好多的期望，他讲了在中国小孩太苦了，我们对他期望什么什么，我就听明白了。我说等一下，其实是你的观念出问题，是你自己说希望小孩怎么样，你自己觉得中国基础教育怎样好，都是你对他有这么多的要求，小孩苦可能也是想当然的。也自然就会是这样子。你能不能绕到奥卡上？最近王太教了大家煮很多快手菜，又好吃零碳水，又能够把我们的方便的理念拆开，很快就准备好啊！欢迎到我们的 Facebook 关注一下。是的，用良心吧，就是我们也是自己吃自己的东西，我们也让自己的孩子吃我们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是用自己的标准来做的，这个是由内而外的表里如一。那么我也抛一个问题，国际学校的教育呢，它未必方方面面都是最好的，并且它要付出的金钱的代价是比较高的。如果说中国教育在这一头，来了马来西亚以后的国际学校教育呢，在这一头大部分的人接受的独中也好啊，这个国民型中学的教育啊，是在中间的某一个地方。那么也请您来谈谈看你的一些教育理念和你听到的我们这两个极端的不同，我们一起来评论，也欢迎点赞、转发、打赏、订阅哦，关键是